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慢食慢语。今天其实是来填之前挖的一个坑的，因为上一次教大家做奶茶铺子那一集有看吗？里头有烧仙草，当时是比较偷懒用了仙草粉。那今天会告诉大家怎么样用这个仙草本草来煮烧仙草，因为这种草可以煮出热热的那种烧仙草，冬天来吃会非常的舒服。那你平时买到的仙草一般就长这个样子，看起来乱乱的，很像一丛杂草，一般来说会有点脏，要仔细的清洗干净。先用剪刀把它剪成小段，放到水下冲洗，多涮几遍哦，直到没有浮沙。放入大的锅中，加3克的食用碱，碱可以帮助仙草更快的煮烂，释放出味道。锅中加1.5到2升清水，大火烧开，盖上锅盖，小火1个半到2个小时。中间可以翻一下，在碱的作用下，叶子会煮烂掉。最后就是这样，整锅水都变成黑黑的，这时候可以闻到很浓郁的仙草味了，有一点像市售龟苓膏的感觉，是一种草药味。接着要过滤，因为煮过的仙草水中会有很多渣，最好用细纱布过滤2次。滤出来的其实就是仙草茶了，可以直接喝。天热的时候可以加糖或蜂蜜，还有冰块，就是很解暑的仙草饮料。不过我们现在要接着继续做烧仙草。滤好的仙草茶中加糖调味儿，现在还要加一点淀粉，让它更凝结。传统的烧仙草中一般加焦玉粉，这是一种叫做焦玉的植物中提取出来的淀粉，但是它市面上不太好买，所以我今天用的是红薯淀粉，也就是地瓜粉。因为地瓜粉的特性，它吸水性很好，而且会很 Q， 最后做出来的那个仙草才会有那个 Q 弹的口感。然后如果你有木薯淀粉的话也可以，我也试过的木薯淀粉，因为它会有一种独特的那个弹牙的感觉，所以它做出来的烧仙草味道也蛮好的。然后很多人都说可以用玉米淀粉，但是我试过玉米淀粉，因为那个玉米淀粉大家都知道它没有它独特的那个弹性和 Q 的感觉，所以它做出来的仙草冻我觉得口感会差一些。现在红薯淀粉和水1:1调和，慢慢加入热的仙草茶中，边加边搅拌，一直到粘稠，大概这样子，烧仙草就好了。仙草的味道和市售龟苓膏有点像的，但是没有那么重的药味和苦味，会更多一些草药的清香感。现在刚刚烧好的仙草在热的时候就呈现这样一种很奇妙的半流动的状态，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但是为了让它更好吃，一定要加一些配料，可以加一些珍珠，然后芋圆，还有蜜红豆。这3种东西的做法之前都有教过大家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看比较详细的步骤，可以回之前的节目里头去看。那热的烧仙草一定要趁热吃哦，因为它温度冷下来之后，它就会慢慢凝结成块，你吃的过程中它应该就会边吃边改变性状了。冬天吃这样一碗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希望你们喜欢咯。吃不掉的仙草可以做成仙草冻，放入小碗中，放入冰箱冷藏。温度降下来之后，它就会自己凝结了。之后切成小块，可以直接拌椰奶蜂蜜，或者放到冰奶茶中，或是和西米一起做西米露都可以，你们可以随意发挥咯。凝结成冻的仙草能更好的体现它这种 Q 弹的质感。前面说过了，淀粉选用挺重要的，地瓜粉和木薯淀粉都可以试试。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你还想看我做什么菜，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分享，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咱们下周再见了，拜。